周阳说道，就平常可以了。小姨家里平时的饭菜已经很丰盛，从她有记忆以来，在小姨家里吃饭，顿顿都很丰盛的。因为小姨家里人多，所以准备的菜就多一点。普通人家家里人少的，做上2菜1汤都未必吃得完呢。小姨会安排，你们只管吃就行。快去陪副董他们用早餐吧，小姨也该吃早餐了。好，2个人结束通话后，海童马上就拿来纸和笔，开始写菜单。宝宝下楼看到妈妈在写着什么，凑过去看，问道：妈，你在写什么？我洋洋哥不是说带客人过来参观咱们家吗？什么时候来？需不需要我过去接他们？海童头都不抬，写菜单，有客人来，今天得加菜。你闲得无聊的话，可以去管城大酒店接上你哥他们。宝宝看了2眼菜单，问道：我爸下厨吗？那么多菜，你想忙死你爸呀？让厨师准备就行了。海童还是心疼自家男人的，舍不得让战印一个人准备那么多菜。在一旁看着报纸的战印立时就说了句：还是老婆疼我，不像这个臭小子，想累死我这个老子。宝宝无辜地道：我就是随口问一句，怎么就成了想累死爸了？爸，你们吃过早餐了吗？宝宝站直身子问着父母。还没有，等你爷爷奶奶散步回来再一起吃吧。你要是饿了，先去吃，吃完就去接你表哥他们。战印吩咐地道，免得你在家里太闲，到处晃荡，我看到就火遮眼。宝宝，我就知道爸看我不顺眼，爸只喜欢贝贝。胡说八道，爸从来不偏心。你和贝贝都是我和你妈妈的爱情结晶，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一样疼爱的。宝宝呵呵2声，都懒得去和父亲争辩他有没有偏心了。妈，那我先去吃早餐。去吧，妈写好了菜单再去吃。宝宝扭身进了餐厅，他吃到一半，唐君叶夫妻俩散步回来，海童也写好了菜单，将菜单交给厨师。要是食材没有的话，早点准备。爷爷奶奶。宝宝看到爷爷奶奶进来，放下手里的碗筷，起身体贴地帮梁老拉开了椅子。洋洋还没有过来？唐君叶问道。宝宝代替妈妈回答道：我哥还在酒店，我吃饱了过去接他。那么远，不用跑了吧？洋洋自己有车。唐君叶还是心疼孙子的。没事，在家里无聊，我爸说看到我就想抽我一顿，我还是去接我哥吧，免得我爸真抽我一顿。唐君叶夫妻俩马上抬头瞪向战印，当爷爷的护着孙子，警告战印这个当老子的战印，你敢动我孙子试试，看看谁抽谁一顿。战印辩解的道：爸，我没过要抽他一顿的话，我不管你说没有说，总之你敢动我孙子，我就揍你。战印说了句：爸就是欺负我没有爷爷奶奶护着了。一句话让战力容哑了火，想起父母活着时，他们要是对儿子凶一点，父母也会护着孩子，说过不许动他们孙子的话，谁的孙子谁疼。爷爷，我说笑的，我爸没有说要揍我。战牧尘赶紧打圆场，不过我爸看我不顺眼倒是真的。臭小子，我怎么看你不顺眼了？只要你不粘着你妈，我看你还是很顺眼的。都要娶老婆的年纪了，还粘妈，小心别人说你妈宝男，以后娶不到老婆。战牧尘嘻嘻的笑，我是妈的宝宝。眼看战印又要和儿子斗嘴了，海童不得不说丈夫几句，战印才不情不愿的嘀咕：赶明儿我就给他安排相亲，早点给他娶个老婆回来，给我生几个孙子，到时候他就能体会我的心情了。这人呀，都快变成老头子了，还那么爱和儿子争风吃醋。战牧尘先吃的，他很快就吃饱了。放下碗筷后，他对爷爷奶奶说道：爷爷奶奶，我吃饱了，先去接我哥。去吧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
战丽蓉叮嘱孙子，要不就派2辆车过去。还是我去吧，宝宝觉得自己再不出门，老爸的刀眼又要刀过来了。他笑嘻嘻地拿着车钥匙出了主屋，就听到小19的叫喊声：大哥哥，你去哪里？我要跟你去。战牧尘，19放暑假了，你怎么不睡懒觉呀？这么早起来干嘛？上学的时候天天睡懒觉，叫不起来，放假了却起得比谁都早。小19跑过来，已经抱住了战牧尘的一条腿，战牧尘只得抱起了这个最小的堂弟。我睡不着就起来了，大哥哥，我什么时候能去六伯伯家里？我想姐姐了，姐姐不等我回家就跑去六伯伯家里。哥哥跟他说过几天，等所有哥哥都放假了，就带他去六伯伯家的。战牧尘笑道：你就让你姐姐过几天耳根清净不用带娃的日子吧。贝贝世集万千，宠爱于一身不假，可是回到家里，比他小的堂弟一大堆，个个都喜欢黏着他这个姐姐，他是被逼带娃。他们的堂弟很多都是差不多大的，前几年呀，他们只要一放假在家，就被逼带着堂弟们。男孩子都调皮，时不时就吵架，抢东西，甚至打架都会有，吵得头痛得很。怪不得大人们宁愿天天加班到深夜，也不乐意早早回家带娃。现在堂弟们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才好了很多，只有19是最小的。哥哥们都让着他，疼着他，不过他哭功了得，一哭真的连狗都得捂住耳朵躲得远远的。九叔总说小19像小时候的君飞，哭功了得。君飞被他爸妈称为哭包哭猫，现在20几岁的人了，有时候程阿姨还叫他哭猫呢。大哥哥，姐姐是不喜欢我了吗？小19扁起了嘴巴，眼里开始有泪花凝聚。只要战牧尘说句是，他的泪花马上就能凝聚成珠滚落下来。怎么可能？你姐姐啊最喜欢19了，还有我们都最喜欢小19了。咱们19俊俏可爱又聪明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呢。战牧尘可不敢惹哭这个小弟弟。小19眨着眼，是真的吗？那姐姐为什么不等我放假了才去六伯伯家里？战牧尘说道：姐姐要先去六伯伯家里帮你收拾好房间，再去看看哪里好玩的，等你过去了就带你去玩。所以姐姐先过去，并非她不喜欢你。咱们小19最可爱了，谁会不喜欢你啊？我们都很喜欢你的，当然了，你要是不哭就更喜欢了。小19马上就抬手揉探着眼睛，说道：大哥哥，我不哭，我很乖的。姐姐说我不能哭，我哭，她就不带我去六伯伯家里了。所以小19一定不能哭呀，要开开心心的。咱们小19笑起来的时候可爱得很，大哥就很喜欢看你笑。我笑，我会天天笑的。大哥哥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小19问道。他看得出来，大哥现在要出门。战牧尘放下了他，说道：大哥要去酒店接你洋洋大表哥，他今天会过来吃饭，还有2位贵客，我要跟着大哥哥去。小19立即提出要求，我好久没有见过洋洋大表哥了。战牧尘略一犹豫，还是答应了小家伙。他折回屋里去告诉父母，小19要跟着他去接表哥。海童说：小19，你别去了，在家里跟大伯娘玩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就要跟大哥哥去。战役也说道：留在家里，等会儿你那些哥哥们都起来了，你就有伴玩了。你大哥要回市区，有点远，这一来一回的，你坐车会无聊。我要跟大哥哥。小家伙坚定的要跟着战牧尘去酒店。战印无奈，只得对儿子说道：宝宝，那你带上19吧，但要照顾好他。知道了。战牧尘牵起小堂弟的手就要走，海童叫住了兄弟俩。他去拿了2样玩具递给小19，说道：带上你平时玩的玩具，在车上可以玩着，
免得无聊。小家伙是他们看着肩膀带着长大的，很清楚这小子的德性，喜欢跟着哥哥姐姐出门，但是上车不用10分钟就坐不住了，然后隔几分钟就会问什么时候到，说很无聊，要不就吵着要大人给他手机玩。不过家里的大人一般不会给他玩手机，怕他上瘾。短途还好，哄一哄就到了，若是时间长，就是需要1个小时以上的车程，除非他睡着，否则一路上都吵死人。带小19出门真的挺烦的，哄他也不是谁都能哄得住，他是连父母都不怕的，怕的只有几个成年的哥哥以及姐姐，所以想哄住他，只有他怕的几个人在车上，才能哄得他老老实实坐车。若是带着他的玩具，他倒是能安安静静地坐一路。小家伙从海童手里接过他的玩具，谢谢大伯娘。海童弯腰摸摸他的头，大哥哥开车的时候，你要安安静静的啊。大伯娘，我会的，我不会吵着大哥哥开车。大伯娘相信19。海童站直身子，又叮嘱了儿子几句。数分钟后，战木晨开着车出门，小19就坐在车后座的儿童安全椅上。小家伙喜欢跟着大人们出门，不管是长辈还是他的哥哥姐姐的车子，都有一个座位安装有儿童安全椅，那是专门为他准备的。大哥哥，我其他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大哥哥还没有问过他们哦，可能他们会回来，也可能不回来。暑假时间长，你那些读大学的哥哥们可能会去打假期工。战木晨想起自己从高中开始，每年的寒暑假他都会进自家公司打假期工，那不是当大总裁，而是从基层做起，什么活儿都要干。战氏集团的人知道他是战家大少爷，他刚开始去打假期工时，公司里的人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什么活儿都不敢安排给他干。被他爸知道了，他爸说他什么活也没有干，就没有工资，必须要做到事情了才有工资拿。第二天开始，就算别人不敢安排活给他，他也自己抢着去干，只要他能干的，他都抢着干，干不来的就先跟别人学。大家看到他完全不摆大少爷的架子，慢慢的就敢给他安排活了。成年后，他能迅速接管战氏集团，多的他打了几年的假期工，累积到不少工作经验。成年后，父母也会经常带着他出席各种活动，让他认识管城商界的大佬们，同时也是让大家认得他这个战家大少爷，未来的战氏集团接班人。他的堂弟们走的路线和他是一样的，战家的孩子只要上了高中，每年寒暑假都会进公司磨练，或者去分公司，当然也可以自己去找暑假工干。贝贝就喜欢自己去找，他深知家里长辈心疼他，对他和对哥哥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不想进自家公司，选择到外地去自己找假期工，那样就没有人知道他是战家千金的事。他们要是去上班了，就不会回山庄里。姐姐说了，等他们回来了，再让他们送我去六伯伯那里。要是他们一直不回来，我岂不是一直不能去六伯伯家里？我想姐姐，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想姐姐。平时她要上幼儿园，姐姐上大学，不在家里，她想见姐姐只能视频。好不容易她和姐姐都放长假了，结果姐姐自己跑到六伯伯家里去，她哭闹了大半天才获得姐姐的允许，说等其他哥哥放假回家了，让那些哥哥送她过去。小19是每天都在盼着其他哥哥放假回家，要是哥哥们全都跑去上班了，不回山庄里，他会哭死的。等会儿大哥哥帮你问一下你那些哥哥们，他们要是不回来，就让你亲哥陪着你去六伯伯家里。行，要不就不等他们了。大哥哥帮我和我哥买机票，你们送我们上飞机就行，姐姐会在那边接我们的。小19迫不及待想去六伯伯家里呢。你猛哥好像是昨天就过去了，早知道让你猛哥带你过去。
战牧尘随口说了句，大家都忽略了小十九呀。闻言，小十九的小脸马上就垮了下来。猛哥哥居然去找我姐姐了，他最讨厌了，总是跟我抢姐姐。不行，大哥哥，等会儿你就帮我和我哥买机票，我今天就要见到姐姐，我不过去。猛哥哥就抢走我姐姐了，他那么多嘴干嘛呀？